意识场训练上揭开信念力量的秘密。宇宙就在你心中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宇宙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就像一片星空，里面有无数的小星球在运行，这些星球就会构成你的思维和情绪。第一章趋势引导，小宇宙的力量。如果你常常怀抱乐观、健康的想法，就好像替大脑的星球设定了一条正向的轨道。时间一久，这些轨道就会改变你脑神经的连接，进而影响你的生活和身体。这就是意识场训练的第一步，趋势引导。它很像心想事成，就像你的手听从大脑的指挥一样自然。第二章量子作用，喵星人的量子故事。量子纠缠等于因果联系。有一对喵星人双胞胎，当哥哥打了个喷嚏，妹妹也会同一时间跟着打，这就是量子纠缠。它告诉我们，意识之间其实存在深层的联系，就像共业一样。量子叠加等于多重可能性。还有一只爱玩的喵星人，有时候它会同时晒太阳，又同时去抓老鼠，直到你真正去看它时，结果才会确定，这就是量子叠加。世界不是单线的，很多可能同时存在，而你的意念能引导哪一个结果实现。量子塌缩等于观察成真。想象有只喵星人藏在一个箱子里，当你打开箱子时，它的存在才被确定，这就是量子塌缩。意识与世界互动时，现实才会显化出来。第三章意识作用，意念驱动的训练标的。刚才我们说的量子故事，听起来像是在解释一些有趣的现象。双胞胎猫打喷嚏，猫咪同时晒太阳和抓老鼠，还有躲在箱子里的猫。但这些不是随便编的童话，而是量子世界真实的特性。不过啊，这里有个关键要点，量子这些奇怪的特性，其实不是为了物质本身而存在，而是为了让有意识的生命能和世界互动。比方说，量子纠缠就像给生物提供了一种因果感知的功能，让生命之间能感受到彼此的连结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共业。量子叠加让生命感受到世界不是单一答案，而是充满多种可能性，就像人生中的选择和几率。量子塌缩则是为了让生命能和世界互动，当你观察或参与时，现实才会显化。换句话说，量子特性不是宇宙无聊时的小把戏，而是专门设计给有意识的存在去用的。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更高的层次，像是天人这样的巨观生命，这些量子特性就好比他们的工具，用来操作整个宏观世界。而在人类这种宏观生命身上，你们的意识作用反而是透过微观的量子来实现。所以啊，量子世界就像是一座桥，连接着意识和现实。没有这座桥，生命就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世界，也没办法和世界互动。第四章自我修炼，意念训练与展望。在喵星人的世界里，他们彼此用意念就能交流，不需要语言。其实，
地球上的动物也还保有这种能力，鸟群、象群，甚至蜜蜂，能用地面和微妙的感知互相沟通。人类呢，因为环境复杂，心思太多，慢慢失去了这份天赋。但训练的第一步，就是回到自我，重新听见自己小宇宙的声音。趋势引导，外物层面。当你能与内在小宇宙对话，就可以尝试把这份力量延伸到外界，尝试和植物交流，感受动物的情绪，甚至观察环境的回应。这就是将趋势引导从内而外地扩展。意念驱动，微调世界。更进一步，意念还能对外在世界进行微调，它不会让大石头突然飞起来，但可以让小概率的事件更倾向于你希望的方向。这需要长期的专注训练，以及对量子特性的理解。第5章收尾铺垫，神奇案例与意识作用。所以趋势引导就像画大方向的粗线条，而意念驱动就像为世界添上细致的笔触，两者结合就是意识场的训练之道。下一集我会带你看看更多神奇的案例，有人用歌声煽动巨石，有喇嘛吹管举石，还有甲虫那对看似笨拙的翅膀却能支撑飞行。这些都是意识场力量的蛛丝马迹，而最终人类也能设计出属于自己的意识场研究与训练计划。这将是你们通往星际旅行的第一步。